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乌克兰战争打到今天呢，就战场上的态势而言，暂时呢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双方呢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仍然是处于一种拉锯战的状态。我们客观的说，基辅的情况呢其实并不太乐观。尽管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平台有大量的视频和信息都显示出俄军在不断的遭受打击，对吧？什么战车和飞机不断的在被摧毁，也有少量的俄军被俘虏的这种视频也是不断的出现。那么客观的说呢，其实俄军的主力部队迄今为止并没有遭受到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被歼灭的这种重创。也就是说呢，俄军大部分的实力其实仍然在那儿，只是俄军他们改变了战术，放弃了这个速战速决的，而改以一种步步为营的蚕食合围这样一种打法。虽然不断的遭到乌军分散小队的埋伏和阻击，但是呢，只要没有发生这种大兵团的正面对决，俄军他就想凭借着庞大的体量慢慢的逼近基辅。我们打一个比方说这就有点像是一只狂怒的熊，是吧？它被卡在了你家的客厅大门，虽然你从侧面刺中了它很多刀，让它受了不少伤，也流了不少血，甚至可能一部分脚趾或者是它的爪子等等也都没了，但是呢，它仍然凭借着庞大的身体和蛮力，在慢慢的挤破这个大门，并且呢，急不可耐的要在破门而入以后呢，大肆的报复一番。所以呢，乌克兰这一方士气高昂，以小博大，的确是有成功的挫败了俄军的战略意图，这个是一个事实。俄军士气低落，军心不稳，这个也是属于一个事实。但是呢，俄军的主力它依然是保存，在军令高压之下不断的缓慢推进，这个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媒体我们看到热传的一个视频就显示出来，一位俄军的俘虏他就证实说，俄军已经恢复了在苏联时期的那个射击队制度，也就是说组建了专门的督战的人员，对那些逃跑者或者是抗命不从者可以就地处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媒体信息呈现出乌军是一片大好，但是我仍然说不能够过于乐观的原因。主战场目前大体上就是一种僵持了，但是在这个周末其他的战场却在不断的升温，使得这一场原本是1对1的较量大有升级为多个国家卷入的一种趋势。这个主要是反映在几个非常敏感的热点事件。首先第一个热点事件就是在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利沃夫西北处，大约隔了40公里的一个城镇叫做亚沃里夫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的军事设施受到了俄军8枚导弹的袭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说这一次袭击的目标是该军事基地的外国雇佣军，并且宣称说已经有至少是180名的外国雇佣军被消灭掉了。但是据这个乌克兰当地的军事管理部门的说法说这一次袭击造成了35人死亡，有134人受伤，其中并没有外国人士。是否有这种国际志愿兵的死伤，它固然是比较受人关注了。但是这次袭击它真正敏感的地方是在于这个军事基地它的位置距离波兰边境非常的近，它仅仅只有18公里左右。在战争爆发之前美方的军事人员其实就是在这里在培训着乌克兰的军队，而北约也曾经在这里有做过这个军事演习。在战争爆发以后这儿一直都是许多难民前往波兰等邻国的一个中转站，同时也是在国内避难的很多乌克兰人的一个落脚点，有大量的其他国家的志愿者都在这里工作的。所以俄罗斯的这次导弹袭击它是第一次攻击了距离北约国家如此之近，而且它是有可能会伤及到国际人士的一个地方，它当然就是具有一种强烈的警告意味了，对吧？北约方面这一次的回应也很干脆，
像英国的卫生大臣叫做贾韦德的，他在回应俄罗斯的这次导弹袭击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俄罗斯人，即使有一个俄罗斯人的鞋头踏入了北约领土，那么他将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事实上呢，早在5天之前美国就已经向波兰有运送并且部署了2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就是说呢，随着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的西部靠近波兰这一带的地带发动攻击的话，那么俄军与北约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它就是在开始上升了。而第二个令人不安的事件呢，是在上个周六的时候伊朗这个国家，它向伊拉克北部的一个城市叫做埃尔比勒的，又发射了至少1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附近。那么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说这个是为了报复2名革命卫队成员被杀，而是要打击以色列的间谍中心。那么尽管这次袭击呢没有看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伊朗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它难免会给人一种就是蠢蠢欲动，要趁火打劫的印象，对吧？也就是说呢，这种行为它即便只是造成了误伤，它也有可能会引发纷争动荡，导致整个局势会进一步的复杂化的。而第3个更为严重的事件呢，就是与本次战争的另外一个主角中共直接相关了。在昨天，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呢是率先爆出一个重磅消息，说根据美国政府官员的披露，自俄军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呢，俄方就要求中共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和其他的援助。这篇报道呢，它并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但是呢，这个报道说另外一个消息来源也表示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可能正准备答应帮助俄罗斯。而随着战争僵持到了第3周呢，也同时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耗尽某一些武器。那么这个消息呢，可以说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了。此后呢，就有多家的媒体都跟进报道，像这个 CNN 的报道呢，还给出了一点细节，说俄罗斯呢要求中共支援的这一系列要求当中包括了这个无人机，也包括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的需求。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俄双方的官方呢，都公开的对这个消息呢进行了一个例行的否认。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俄罗斯他希望凭借中共的帮助来度过经济制裁的难关，这个并不是什么秘密了，对吧？俄国的财政部长叫做西卢阿洛夫的，他在昨天就有公开的表示，说俄罗斯有将近1半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都因为制裁而被冻结掉了。但是呢，俄国有一部分黄金和外汇储备它是以人民币来计价的。虽然西方国家呢现在正在加强对中共施压，希望限制中俄双边贸易以及限制俄罗斯动用人民币储备，但是呢，俄国希望中方不仅要维持现有的合作，而且还要增加更多的合作等等等等。不仅如此俄罗斯的交通部长呢，也曾经在3月11号的时候有公开的要求中共给俄国提供飞机的零部件。而我们都知道在此前一天，也就是3月10号的时候呢，正是俄罗斯自己又证实了中共拒绝向俄罗斯航空公司提供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那么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呢，美国这边也开始公开的向中共发出警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在昨天是美国的媒体上呢就公开表示说，白宫正在密切的关注中共是否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或经济的支持。如果北京帮助俄罗斯逃避了对乌克兰战争的制裁，那么北京将绝对面临严重的后果。这话说的还是比较重的，是吧？在发出这份警告的同时呢，美国的国安委也有宣布说，沙利文呢，他与这个杨洁篪在今天在意大利的罗马进行了一个高层的面对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战争和中美竞争呢，将会是会谈的主要议题。这次会谈呢，它是显得非常的低调，
美方在事先就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会谈之后呢，不会有新闻发布会、报告会等等这些情况。那么目前这次呢，这个会谈到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它已经结束了。白宫呢又发表了一份官方的声明，只有80多个单词，非常少。他只提到说，双方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大量讨论，并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当然，这个听上去它非常的外交辞令，对吧？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干货，但是这一次会谈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个人来看啊，这一次会谈它事实上呢已经涉及到了2大关键问题的分水岭。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它事实上已经在要求中共就俄侵乌战争要明确的站队表态了。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可能因此而出现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先来简单的讨论一下第一个分水岭的问题。刚才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是美俄双方现在都在公开的对中共喊话。一方呢是要求增加援助缓解制裁，另一方呢是要求切断援助要加入制裁。这个就摆明了是美俄双方都希望中共现在要公开的站队，不希望中共继续的假装中立，对吧？我们在此前啊有讨论过，就是中共它实际上呢一直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共犯与同谋。但是中共呢，他现在的口气开始放软了，他开始模糊化了，甚至还给乌克兰在提供援助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到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是远远超过预料的，他担心自己被俄罗斯也拉下水，所以呢，想要保留与西方和解的这种余地，也就是保留这种经济的联系，最起码。但是这点倾向呢，普京也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呢，他为了要防止中共跳船甚至倒戈一击，那么最简单的办法，他就是公开的强调啊，中俄关系是如何的一种真正的朋友的关系，如何的紧密，甚至公开的要求中共来提供支援。那么我们反过头来看这一边，就是美国的喊话，它同样是有着双重的目的的。一个呢，它当然是要迫使中共切断对俄罗斯的大量的战争输血嘛。也就是为乌克兰赢得一个战场主动权，去尽量的创造条件。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也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拆散中俄之间那个脆弱的暂时的联盟关系。所以呢，对这一次乌克兰的保卫战来说，这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了。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中美摊牌，中共铁了心了，最终去支持普京，那么乌克兰的处境就将非常的艰难了。在北约啊仅仅能够去支持一些单兵武器的情况之下呢，乌克兰事实上几乎是没有可以从防御转入到大规模的反攻的这种能力的。所以呢，它最终啊极有可能乌克兰会变成一个大号的阿富汗。也就是说呢，这场战争可能会要长期化、游击化。或许呢，又是要得经过多少年以后，乌克兰才能够光复故土。如果说中共它出于自身当前的利益的考量，最终呢是被迫的遵守了国际社会的制裁禁令，那么普京失去了这个巨大的后援，他必然就只能够是考虑如何尽快的体面的撤军。对于说这个第二个分水岭这个问题啊，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了中美关系，也直接涉及到了中国人呢，在未来至少是20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30年的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未来将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中国人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继续的与世界接轨？也许呢，就在这几天就将会全部尘埃落定。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前我们就说过，美国和北约呢，它最大的一个战略失误就是错把中美的结构性对抗关系呢，它把它定位成这是一种竞争关系，反而呢，把美俄之间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呢，它把它给上升到了说这是一种对抗关系。这个就使得俄罗斯原本可以置身于中美对抗之外的这种空间啊，它被急速的挤压。
就是迫使他反而去与中共结成了一个短暂的战略的同盟。那么现在如果说中共去站队支持了俄罗斯，那么国际社会将彻底的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中美关系呢将结束这种竞争关系，而走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关系了。也就是说，中俄伊朝这4个轴心国呢，将与民主联盟的阵营会走向一个新冷战的对垒了。他们会被完全隔离在全球化的体系之外，去搞一个大号的内循环了。说白了，也就是说，中国呢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全民学俄语的那个年代。而如果中共这一次他最终是参与了国际社会这边去制裁俄罗斯，那么中共它将有机会会继续的留在全球化的这个经济体系之内。也就是说，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学习英语的这种生活，但是代价就是呢，中共与俄罗斯友谊的小船呢是说翻就翻。那么中共从此呢将不得不一边应对与美欧的竞争，同时呢还得时刻的提防身后这头虽然实力大损，但是呢已经是满肚子怨恨的病熊，是吧？暴起发难。也就是说，无论走哪条路啊，对中共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个可以说都是中共面临的一大危机。这个呢它是中共自己造成的，是中共呢他自己一心想要谋求这个所谓的百年变局、称霸全球的这种贪欲，造成了他今天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同时呢，也正是中共自身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源，它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的去融入民主社会，但是呢，它又离不开民主社会给它输送营养。这个终极矛盾呢，它就是中共一直在河里去摸石头，始终不肯上岸，从桥上去过河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且啊，这个就是那句老话，对吧？叫做祸不单行。祸不单行的是呢，外部的这个危机呢，它才刚刚的露头，那么中共内部的危机也在开始风起云涌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内部危机，就是突然爆发的疫情危机。其实从去年12月西安爆发大规模的疫情，被迫封城开始，那么中国大陆各地的这种疫情啊，它此起彼伏，反反复复，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这个像河南、天津，包括北京的疫情啊，都被类似用社会面清零等等各种花式的手法，把它给强行的压制，甚至是隐瞒下去了。它呢也基本的达到了中共所谓的要确保冬奥会和两会顺利举行的这个政治目标。但是呢，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呢，它只能够是埋下更大的危机，这个是一个常识，对吧？现在我们看到大陆的这个全面开花呀，四处冒烟，四处封城，这个疫情一下子起来，其实它只不过是此前埋下的地雷，现在在陆续的爆炸而已。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这一波疫情呢，它最受瞩目的呢有3个焦点。第一个呢，就是在东北，整个吉林省啊，全省已经封闭了。这个是2020年湖北省的全省封闭以来，是再一次的出现了如此一个大范围封锁的这么一个局面。第二一点呢，就是整个上海呢开始实施软封城，而局部呢又实施硬封城。这个呢是全世界首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一个超大的大型的都市被封闭。尤其此前上海啊，大家都知道是吧？它一直都是被当地官方把它吹嘘为这是所谓的精准防疫模式的一个代表，但是呢，却没有想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从这种精准变成了模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超级模糊。第3个焦点呢，就是常住人口超过了1700万的深圳市，全市硬封城了，也就是进入到了武汉模式。我们看到这个深圳市民冲到超市去疯狂的扫荡抢购各种生活物资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网络上是到处都在流传的。那么在这一波疫情爆发之中啊，中共呢，它照例是按照那个传言要封城，然后呢官方辟谣，再然后呢是官方宣布封城，这3部曲这个老剧本在继续的演出。比如说长春呢，它在3月9号都还在这个
义正辞严的辟谣，说这个封城是一个谣言等等。结果仅仅是2天之后的11号，就正式的官方宣布封城了。由于这种从辟谣到谣言成真，这个转换速度呢实在是太快，以至于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到处都可以见到，比如说类似于钟点工是吧，被封在了客户的家里；外卖小哥呢被封在了某个楼道里面；还有开生日 party 的，就是被迫的就集体留宿2个星期等等，这些滑稽剧啊全都在上演了。甚至个别地方啊还出现了有人上个公共厕所就被封在厕所里面的旷世奇闻。到目前为止啊，大陆它已经是出现了连续2天新增超过3000病例的这种情况了。这个还是明知有大量缩水的一个官方数据呢。也就是说，这一波的疫情呢，它似乎是有点来势汹汹的。与此前呢，个别地方啊，它小型爆发一下，然后很快又平息下去，是不太一样的。这一次呢，让官方根本都没有呢去秀一下那个精准到分钟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机会了。我们看到它直接一上来几乎就是3到4位数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态势呢，它显然是严重的挑战了当局一直在坚持的那个清零政策，对吧？虽然中共官方迄今没有做任何的准确的说明，但是上海那位网红医生叫做张文宏的，他在今天凌晨呢又发表了一篇1000字长文，就声称说本次疫情呢，它是由奥米克戎 BA.2 这个一个亚型所引发的，它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但是呢重症率和病死率呢并不高，甚至都低于流感。就是尽管我们看到张文宏他在文章里面是有罗列了不少的数据，反复的强调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呢他仍然不得不声称说当前采取这种社会面清零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能够效仿欧美去躺平等等。所以大家有看到吗？张文宏的这些观点呢，他显然是在尽量的去迎合符合中共高层的这个防疫的原则。就在前天呢，直接负责全国防疫事务最大的老板，也就是孙春兰了，他在这个国务院的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再次的强调了，说要深入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放松。所以大家看到吗？这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吧？当局应对这一波疫情的原则，它仍然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仍然是要必须的坚持动态清零，而这一点呢，它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坊间呢，它还流传出了一则内部信息，就是显示在这一次的疫情防控会议上高层有严厉的批评了吉林某大学的防控漏洞和东部某直辖市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搞所谓精准防控、创新防控的做法，并且呢，要求严防与病毒共存、全民免疫这些错误言论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上一次这个武汉封城是吧，是经历了长达76天才最终宣布说清零了，可以解封了。这一次的规模呢，其实它是远超过上次的。最起码我们看到，除了吉林有宣布这个封省以外呢，北上广深这4大一线城市目前已经封掉了2个了。无论接下来这一波疫情它受控的程度最终会如何，上海与深圳这2个第一线的发达城市封城，它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呢，可以说它已经波及到了很大一片地方。如果说再要加上广东的东莞像山东的青岛等等，这些都是相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次也都已经被加入到了封城的名单。我们就可以知道，李克强那个所谓的 GDP 明年要保5的这一说恐怕呢又要成为镜花水月了。对张文宏这一类这个医学专家来说呢，国际社会的这种病毒共存这条路，其实他已经走通了。他自己都在文章里面举例说，英国现在的这个死亡率呢，已经下降到了0.03%，这个是远远低于流感的死亡率了。
但是呢，对中共来说，封城清零、全员核酸检测这一套啊，它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防疫问题了，对吧？它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体制问题，同时呢，也是利润惊人的一个经济收益问题。也就是说呢，现在中共的防疫，它不仅是药不能停，割韭菜更不能停。中共此前啊，向海外早就已经出口了巨量的那个病毒自测的试剂盒，为什么在国内却见不到卖呢？都被扣住不让卖的。直到这一次疫情失控了以后，我们才看到稀稀拉拉的，偶尔在个别地区有见到出售，而绝大多数的地区，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大量的人群啊，甚至通宵的排队挤在一起去检测这个核酸。为什么？原因就在这儿。也就是说呢，中共呢，他一定要逼着大众去密集的排队，去反复的检测核酸。一来呢，它可以大把的收割韭菜，这都是巨量的收入啊；二来呢，它可以借此促成更多的人感染，然后一声令下，封死各处的爆发点，任你在家中或者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单位啊，或者是哪个超市啊等等也好，自己去自生自灭。你要是幸运，你扛过来了，那么你自然就达到了这种群体免疫。你要是扛不过来，那么收尸队是吧？夜半上门把你抬走，拿去烧掉就可以了。这套操作，他们在武汉那个时候就已经演练得非常的纯熟了。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啊，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失控，就是刚才那个通报里面提到的，其实就是因为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呢，完全是被混合在一起，强行的一封了之。包括网传上海闵行区啊某公司这个在现场抗议的这个视频，我们看到它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总之呢，中共它要的是清零这个最高的政治目标。你的财产损失也好，你的生命健康的损失也罢，都只不过是要集中力量去办这个清零这个大事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只不过呢是存在于党内某一个内部文件中的一个数据的一部分而已。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